日本的选举就是不像台湾9合1啊，一次办完的，缺什么就办什么，看起来很像在玩 bingo。不近看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对，小朋友不知道，稍微拿笔去画啊，会罚钱或者是被关的哦。不能做一些候选人周边商品。对对对，日本政治其实没有广告看板，台湾到处都有。政治人物常常会取什么什么太郎的名字。日本的投票纸其实有几个很特别的地方，它是可以写字的一种塑胶，自动就会展开来。大家好，我是乐吃过日本的富米。今天大家可能觉得有点疑惑，旁边有一个新面孔，隔壁这位就是我们公司的质保台日混血 Gen 桑。大家好，我是乐吃过日本的 Gen。今天为什么要拍这个主题呢？原因是因为近期呢，我跟咪咪常常出差嘛，那就在出差的时候呢，注意到街上有非常多大型看板，仔细一看呢，才发现是选举的海报布告栏。特别今年的海报布告栏特别大，海报的版位现在变大很多，看起来很像在玩 bingo。不近看不知道那个是什么。对，那我也注意到呢，其实台湾啊跟日本之间的选举风气不太一样。日本的是不是特别严格呢？没错，日本对选举相关的一些规定非常的严格，旅客不小心没注意到或是做到的事情，可能会处罚，会罚钱或者是被关的哦。那很严重哎。具体来说，大概像哪些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那我就说明一下，在日本选举期间要注意的4项事情。第一点，不得破坏选举海报。日本在选举期间，满街上面都会有很多的选举海报，会贴在公布板上面。那种板子通常是不能就是乱画，或是刻意去破坏这个东西。这个其实不只是一般的破坏公物，它算是一种危害民众投票权利的一种行为，所以这个罚得很重很重，这真的非常严格，所以大家来日本旅游的时候要小心了。如果说可能小朋友不知道，稍微拿笔去画啊，可能就被罚非常多钱。保险起见，我看还是离这个海报远一点好了，尽量不要碰到那个海报。第二点，不得在网络上面乱发表谎言。最近日本出现很多假新闻，或者是在一些影片上面剪一些有一些人生气的部分啊，比较负面的部分把它剪出来抛在网络上面，这种在日本这几年很敏感，你就是刻意去发表那些不实谣言，会被罚2年以上的拘役，或者是30万日元以下的罚金。哇！这个我知道，台湾以前也蛮常会有的。如果说像在赖的群组里面发也算吗？也算，不管在公开场所都是算在这个法律之内。这点真的要小心我们台湾啊，赖群组常常都会有一些谣言的那种传闻，大家都会一直广发一些其实是不实的谣言。这个如果在日本的话，也很有可能会处罚，所以大家真的要多注意，不要在街上看到哪一个参选人的看板，然后就在私下乱传他的八卦。这个我知道，我就说传给10个人，你就会幸福。接下来第3点，未经许可的选举海报文件都是不能发布的。日本的那种选举海报都是有数量的管制，如果你可能就是特别喜欢这个候选人啊，幸好帮他做一些海报，然后帮他宣传，这其实是违法的。不能做一些候选人周边商品。对，我推的候选人，你要去不能发布印刷品或文宣。第4点，买票、送礼、贿赂那种东西管得很严。台湾常常会就是选举期間或是选举前后，都会有政治人物发布一些像是扇子啊、卫生纸啊，或是春联那种东西。有吧？所谓的法律规定的有价物质，就是不能发，可以发的东西就只有海报而已。甚至你政治人物亲自去到门口里面，进去到家里面也不行。不行。说你进去的家里面，家里人可能会送你一个茶嘛，这种东西也是所谓的贿赂之一。候选人给民众也不行，民众给候选人也是不行，双方都不能给有价物质。很严格真的是没有想到日本的投票有这么多规矩。我一直都有听说日本的投票率很低，尤其是年轻人。那我查了一下，在日本的总务省的报告里面就有说，在2022年7月举办的第26届参议员、议员通常选举呢，所有年龄层的投票率呢是52.5%，20岁左右的投票率是33%，70岁是67%，投票率最高的年龄层呢是60岁左右，所以看起来的确是有年轻人
人不投票的状况？这个可能跟日本的人口构成有关系，就可能高年龄层变多的话，年轻人的投票率会变低，然后年轻人变低的话，感觉又没有参与感，年轻人甚至人比较少一点，就是你去投票好像也没有办法掌控大多数的那种感觉，开始觉得选举是不是性价比不是很高啊？是不是觉得会有这种想法，导致年轻人的投票率却比较低，这个也是有一个恶性循环。日本早期长辈的人会说，工作上面不能讲2件话题，第一件事情就是棒球，第二件事情就是选举，就是会有很多人各种看法的东西。谈到老不好听，也没有什么一个结果，所以尽量避开这个话题。但是慢慢会有一些日币贬值或者是关税一些国际上的问题，真的就是看不下去了，在公司内部讨论政治议题的机会好像有变多了，所以年轻人的投票率可能会变高。我在看会有这种倾向。那选举当天，台湾跟日本的选举还有什么样的差异呢？日本投票制度大概有2个特点跟台湾不一样的。台湾选举就只有1天，投票那1天一定要回到户籍地那一面。那我先讲到日本有一个叫做期日前投票的制度，期间就是从公告日到投票当天那一天，总共有7到12天的时间开放给民众去投票。投票当天通常是放在假日啊，所以就是比方说上班族啊要去上班啊，或者是要回到家里顾小孩啊，刚好要出去安排旅游啊那种时候，如果当天不方便的话，在那个期日前的时间点，自己去区公所或者是市政府去申请期日前投票，就可以在现场投票这样。比如说有些人刚好没有办法返乡啊，像我们以前可能就要回去以前的国中啊、国小或者是区公所去投票，然后不小心就会变成开同学会这样。如果你有不想见到的同学，你就可以改天再去。我觉得这样蛮好的。第2个，在外投票制度。在外投票就是开放给居住在国外满18岁以上的日本人，通常是去当地的大使馆，需要事前申请。这个投票只限于国会、地方选举或者是市长、县长那种就是不能，只有国会选举才有开放在外投票。居住在台湾啊，对，住在美国哪里都可以投票。除了就是有这个比较弹性的投票时间之外呢，选举活动的时间跟台湾是有什么样的差别？台湾的选举好像没有什么选举期间哦，车上的广告啊那些好像1年4季都有看到。可是日本通常做选举活动只开放公告日至投票日的7天或12天的时间，这么短哦。那些广告看板怎么赚？有没有看到日本政治其实没有广告看板啊？它是不能下。台湾到处都有，而且各式各样、各种形态的都有，有那种旗子啊，然后一整面的那种布帘啊，对，巴士车上的啊，捷运上下的啊，你很了解。选举活动选举期限大概就只有12天到15天，可以用候选人的名字去做广告公告的，也是那期间而已。比方说会有一个有没有看过有带那个执行官？对，就是执行杯那种，类似那个东西，就是能够自己写自己的名字的时候，就只有选举那期间而已。其他时候如果真的想要背那个的话，写本人，不能背今天我生日是可以的，这个是可以的。选举当天反而是不能做选举活动，比方说在选举场前面啊，最后请投票给我哦，这样子一律是不行的。当天就是完全会变成禁止去做选举权的手手。通常街上都会有选举车啊，那走来走去会有一些声音的，但是到选举当天全部都会停止，所以就是会变成安静的一天，亲子可能一起这样子。这点我觉得跟台湾应该是比较相近的。台湾当天也是不能做任何的选举活动，投票当天选举人他自己能不能投票这件事情。台湾的话，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一个传统，就是会去拍候选人自己去投票。有，对不对？有。台湾比较随便一点点，记者呢都会拿那个长镜头，然后去看有没有办法拍得到他自己勾哪一个地方。投票纸啊，大家可能会这样卷到最小，然后丢进去。那在日本也是这样吗 ？OK， 就讲到这一点，日本的投票纸其实有几个很特别的地方。这边准备了一个学校教学用的投票纸，它材质是跟实际上真正的投票东西是一模一样的。这个材质叫做 Uposhi。这个投票用纸它有3个特色，你先试试看要不要把它撕破，这样会不会被抓走啊？刚刚讲那么多要罚钱，不会，这是教学用啊，教学用啊，那没关系，那我就撕哦，这样。对，撕不开哎，福米太弱了吧？有没有在练啊？除了不容易撕破之外，还有什么特色？这边准备一个水，把方说这样放进去的话，它不会破掉哎。
它不会破掉，也不会弄湿。它其实不是纸，它是可以写字的一种塑胶。比方说这样折进去啊，折一折啊，然后假装投票投进去的话，它自动就会展开来。哦，这样有什么好处吗？这个纸的话，你投票进去的时候，它在投票箱子里面，它自动会展开来，很好数票，这样方便在计票的时候整体的流程更顺畅。对，据说这个有缩短算票的时间。没想到在这么小小一张纸里面有这么多这个日本人用心的奥义在里面。台湾因为现在都是用盖章比较多，比较少手写。在日本如果用手写，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投票纸上面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空白，然后让你自由写名字，自由作答就对了。对，去投票的时候就是需要自己去写候选人的名字，所以日本的海报啊、公告上面很多用平假名的原因就是这个，怕有一些人没办法写汉字啊，不习惯写汉字的话，用平假名会比较好写。那是不是名字越简单越容易被写？确实是这样子啊。政治人物希望自己小孩去选举的时候，常常会取什么什么太郎的名字，阿索塔罗或者是小泉，比较普遍一点的名字，比较好记，比较好记。哦，所以不是因为有算过什么风水啊，或者是笔画的那个当官的命。那如果写错名字？小小的错误，差一个点啊，或者是写错一个汉字啊，通常会帮你算在有效的票里面。如果真的就是看不懂啊，或者是写其他人的名字啊，或者乱写啊、乱画啊、白票啊，那种都是算无效票。好，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呢，到底日本这次投票是在投什么嘞？这一次7月20号要办的就是参议员选举。参议员就是日本有采用2院制，众议员跟参议员2个合起来就是一个立法的体制。这次选的就是参议员，他们的任期是6年，每3年会选一半的人。然后这一次就是定期的参议员选举，它其实战前叫做贵族院，然后众议院比较类似台湾的立法院。制度上面最大的差别就是众议院内阁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把它解散，但是参议员是不能解散的。日本的选举就是不像台湾9合1啊，一次办完的，缺什么就办什么。国会就是归国会，然后地方也是归地方，不只是参议员、众议员，地方选举，还有日本说的知事、市町村，更小的也是不定期会在办，导致日本好像每年都在办一些有的没的选举。因为这样子每年都一直有选举嘛，那如果说像我们来日本旅游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情呢？游客可能最需要注意的就是海报的部分吧。如果万一破坏的话，它罚的还蛮严重，建议比较避开一点。第二点就是选举当天，区公所或者是小学会变成投票所，那个地方可能会比较拥挤，然后也可能比较敏感一点。当天可以避开一下区公所、学校等公共场所。常常会出现的就是车站前面有一个圆环，然后圆环地方停了一个选举车，候选人站在上面，然后在那边说演讲啊，那种时候通常会比较吵，也会比较拥挤一点，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出口啊，或者是尽量避开那个时段、那个地点啊，旅游可能会比较开心一点。我觉得就是因为毕竟是选举嘛，所以会有时候比较激情一点点。如果是外国人的话来旅游，就是以比较客观的角度，不要过度参与其中，也对我们来说会比较安全一点点。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一次对于近期日本选举，然后请到我们公司内的日本人 Gen 桑来跟我们做的分享。然后如果大家看完这支影片，自己有什么来日本旅游的时候看到什么选举特别有趣的标语啊，或者是照片，记得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哦。大家好，我是吉田社长，我作为新人歌手出道了，现在已经发布了 Sushi Party、Osaka Explorer 2首歌曲，接下来也会继续制作更多日本sushi 7都道府县的歌曲。想看更多精彩 MV 或是日本旅游相关资讯，请订阅吉田社長ジャパン TV， 多多支持我们哦。もし動画の内容が気に入ったっていう方はチャンネル登録といいねボタン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バイバイ。拜拜。